当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有人故意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让你无脑相信的时候，那么你辛辛苦苦起早贪黑赚回来的钱，你还觉得安全吗？而当你知道这骗你的人还是这个世界最有权威的美国政府的时候，那么你现在要选择继续的装看不到呢，还是自救呢？大家好，我是小医生。这世界最近发生了几件大事。今年股神巴菲特的成绩单呢，竟然不及格了。他第二季度的利润暴跌了 60%。各位，他是股神啊，如果连股神都赚不到钱，你可以想一下这个股市有多烂呢？然后你会发现，美股经历了4月股灾之后呢，却大力反弹了，重新涨回了原来的新高了。也就是说，好像不是股市不行啊，只是这个股神不行而已啊。但凡有买股票的人，赚到的利润百分比呢，可能都比股神还要多啊。所以很多人就笑巴菲特这个老头嘛，每天呢就想着退休喝可乐，无心恋战了。因为去年呢，他就卖掉股票，只有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比例了。但是你笑着笑着，你又会发现，不仅巴菲特不行了，这华尔街的金融大佬罗杰斯呢也不行了，因为他也是一样嘛，去年就把手上所有的美股都给卖了。还有这桥水基金的老大达里奥，摩根大通的董事长戴蒙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些资本家呢，他们不但都把能卖的股票卖的差不多了，而且还错过了4月股灾暴跌 20% 的抄底时机。所以我们要公平一点嘛，要笑呢就不要只笑巴菲特，应该去笑大部分的大户。这一次他们都被散户踩在脚底下了，对吧？但先别急着笑啊，各位，美联储升息降息是看什么数据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嘛。简单来说呢，就是看美国找到工作的人多不多嘛。那么一直以来，这个数据呢是有个标准的，如果在10万人以上了，就代表美国的就业很好嘛，大家都很轻松可以找到工作嘛。而反过来呢，如果在10万以下，就代表美国的经济不太好了，失业率很高了，大家找工作就很难嘛。那么我去看一下嘛，5月和6月的时候呢，这个非农就业数据都非常好的，都是新增14万人左右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美国的就业很繁荣啊，经济很好啊。而到了上个月，也就是7月的时候呢，坏消息就出来了，这个数据就只新增了7万多人而已，也就是说7月新增的就业人数呢，不但减半了，而且还是在10万以下了。那么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数据不好又怎么了？就一次半次而已嘛，不代表什么啊，就只是觉得有点失望，但还能够接受，对吧？不好意思啊，我讲的这7月的数据呢，不是想让你觉得失望的，而是想让你感到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一次7月有新增7万多人呢，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个报告还告诉我们，其实5月和6月的数据呢是不对的，要修正一下的，根本呢就没有14万人这么多。那你猜猜有多少呢？只有1万多人而已啊！惊喜不惊喜啊，各位？再简单来说呢，其实5月的数据并没有 14.4 万人，其实呢只有 1.9 万人。6月的数据呢也并没有 14.7 万人，其实呢只有 1.4 万人。而现在告诉你，还没有修正的7月数据呢有 7.3 万人，那你信不信呢？之前5、6月14万人都可以给修成1万多人，那7月的这7点多万人的数据修正之后还剩多少人呢？但我们不要去管这7月的数据是真是假嘛，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关注的就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连续3个月的就业数据都是少于10万人的，也就是说，这不仅是连续3个月不及格，而且是远远的不及格啊！因为修正之后就只剩下1万多人而已嘛，也就是说，这3个月以来，美国因为数据造假呢，就凭空可以创造出几十万个职位。但现在告诉你，这些数据都是造假的，那这凭空创造出来的几十万个职位呢，又在一瞬间就消失了，这代表什么呢？而且这个数据造假不是我发现的是美国政府告诉我们的他们不但承认了这些数据是造假的，而且还把那个负责数据统计的局长给解雇了。那这又代表什么呢？代表4月股灾之后，你所看到的这一切，美国经济有多繁荣，其实都是美国凭空创造出来的假象，是故意让你看到了，因为你看不到又怎么会入局呢？而现在他们把那个顶罪造假的人给解雇了，这不就代表了美国想要的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吗？该入局的人都已经入局了吗？
所以现在他们就不需要再继续的造假了嘛。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看到的美国大概率都会以真面目示人了，也就是未来的非农就业数据呢，都可能会表现得非常的差。什么意思呢？各位，巴菲特、达里奥、罗杰斯、戴蒙等等的这些资本家真的不行了吗？真的输给了散户了吗？还是说这些造局的人、制定规则的人只是引君入瓮，然后现在瓮中捉鳖呢？音乐呢，马上就要快停下来了。凳子你抢到了吗？这世界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也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场局的牺牲品，甚至希望透过这盘局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我们思考一下嘛，4月的股灾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5、6月的就业数据呢很好嘛，就觉得美国的经济很好，那这可能是我们会去投资美股的原因。但是我们想要去推高股价，你也要有钱啊，你没钱你怎么去买股票呢？对吧？那钱从哪里来呢？记着，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天你去买美股，你是不是就要把台币、马币、日元、欧元之类的先换成美元呢？所以你要看的是一个比美股大盘更重要的指数，也就是美元指数。如果美元指数是涨的，就代表全世界都在买美元，钱很可能就是流进美国的资产。相反呢，也就是像现在这样，美元从年头跌到了现在，就代表卖美元的人呢是比买美元的人多的，钱可能就是从美国流出到全世界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日本才刚说要给美国投资5500亿，欧洲呢也要投资6500亿，韩国呢也要投资这个3500亿，但是美元指数最近呢也只是反弹了一下，然后呢又被砸下来暴跌了。为什么呢？按道理来说，这个美股这么牛，美国的经济这么好，全世界的钱应该要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赶快冲进去美国投资啊！但美元呢依然又快跌破了新低了，为什么呢？还有就上个月美债的上限刚刚才通过嘛，美国呢就迫不及待了，瞬间多借了接近1万亿美元的债。现在美国欠的钱都快37万亿了。你想象一下，美国政府多借了1万亿，美国政府手上就多了1万亿嘛？那同时是不是也代表市场上的钱就少了1万亿呢？因为美联储它没有去印钱也没有借给美国政府嘛，所以呢，美国政府就只能从市场上去借。那么现在美元暴跌了，大家都在卖美元的同时呢，美国呢又借走了市场1万亿了，市场上少了1万亿，甚至是足够美股崩盘一次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美国政府不但可以借走了1万亿，而且还没有让市场上的钱变少，甚至钱反而变多了呢？因为美国财政部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玩法，就是我不再借长债了，我去借短债。什么意思呢？假设你现在有100万，你买了一个1年到期的美国短债，1年之后呢，美国不但把100万还给你，而且还会给你5万的利息。那正常的人呢，他就会等1年后直接拿到105万，就赚了5万的利息嘛。但有些资本家呢，他买了1年后价值105万的短债，他们是不会乖乖的等到期拿钱了，因为这样就相当于他们的这100万被冻结了1年嘛。所以呢，他们就会直接的拿去银行做抵押，然后借出了95万再去投资了。而银行呢，看到他们拿着的是短期的美债，几乎呢是没有违约的风险的。就是1年后如果他还不起95万，那美国呢就会替他还105万，所以银行呢就会直接接受这个短债的抵押了。那么1年之后呢，美国政府呢就会给资本家去还这105万嘛。这样资本家就可以拿出里面的95万，再加上5万的利息还给银行了，也就是105万还100万给银行，资本家呢还是可以赚到5万的短债的钱了。同时在这1年里面因为他抵押出95万，所以他依然可以拿着95万去投资美股的。而重点就来了，当资本家把价值105万的短债抵押给了银行之后呢，银行就会把这个短债再抵押给这个美联储，美联储呢就会直接给银行97万。
这样银行呢就不需要等1年赚个5万，现在呢就可以很确定的多套现美联储2万了。因为银行借给资本家的钱呢是95万嘛，它抵押在美联储呢就可以瞬间拿走97万，这里面是不是就直接多套现了2万呢？而美联储只需要花97万就可以买到105万的美债，一旦资本家他们不还钱给银行，这笔105万的短债就会直接落在这个美联储的手上，美联储就直接赚走了8万，银行呢也直接赚走了2万。再简单来说呢，如果资本家花了100万去买短债，虽然1年后他可以赚到5万的利息，但是这1年里面这100万的钱呢就会被冻结了，市场上就会少了100万去花了，所以资本家呢就会把短债抵押给银行，套现出来95万，继续的去买美股交易。而银行呢，如果借了95万给这些资本家，他也相当于被冻结了95万嘛，他就不能继续的放贷嘛，所以他就会再把这个短债再抵押给美联储，美联储呢就会给到他97万。最后呢，只要美国政府能够还上这105万给资本家，资本家再把这100万还给银行，银行呢再把97万和一点利息还给美联储，那这笔债呢就一笔勾销了。也就是说，虽然美联储没有去印钱，但是美联储的保险箱里面有2万亿美元的闲置资金呢是没有用的，它是一直锁在这个仓库里面，像废纸一样的。而现在呢，它就可以透过这个传欠条的游戏，就是资本家去买债券，然后把债券给银行换钱，而银行呢再把这个债券给美联储换钱。那么到最后呢，美国需要借走市场的这1万亿美元就可以顺利的借走了，而市场呢也不会因为被美国政府抽走了这1万亿导致了缺钱然后崩盘了。而且这些资本家他抵押出95万之后呢，他可以不是用来买美股的，而是可以继续的买95万的短债，然后再抵押给银行套现90万，然后呢再去买90万的短债，然后再抵押给银行套现85万，不断的这样去买短债，然后抵押套现。那么其实100万的美元最后是可以撬动到2000万的资金去买短债的。如果每100万可以赚到5万的利息，那么2000万呢就可以赚到100万的利息了。也就是说，这些资本家虽然只花了100万去买短债，但是因为加了20倍的杠杆，他们最后呢却可以赚到100万的利息。而这些资本家的名字呢就叫做杠杆基金，他们玩的就是这个杠杆叠杠杆的游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子银行。再简单来说呢，美国它现在发行这个短债，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这些玩杠杆的影子银行去为市场凭空创造出美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借走了市场1万亿美元，美元被抛售了，但市场还没有崩盘，反而钱变得更多的原因。然后我们再去看这张图嘛，黄色的这条线就是炒股的人从券商里面借了多少钱。你会发现4月的股灾之后呢，这个数据居然创出了新高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借钱加杠杆炒股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就还原一下整件事情嘛。股灾之后的美国政府呢，他就造假了这个就业数据，让大家都觉得美国的经济是一片繁荣的。同时呢，他通过发行短债让银行无中生有的有了无数的钱送到这个市场上面，推高这个股价。然后无数人也看见美股反弹了，就经常买入美股了，甚至加了很多的杠杆。而现在呢，美国政府公开澄清和承认他们自己的就业数据是造假的。那么你觉得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造假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可以一直瞒下去的呀，它不用承认的因为是真是假就你自己知道而已嘛。所以答案就很简单嘛，就是引君入瓮，然后瓮中捉鳖嘛。所以你觉得，如果你长期持有一只股票，你能不能躲过4月的股灾呢？也能不能躲过后面可能会爆破的杠杆的泡沫、崩盘，甚至是金融危机呢？你觉得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再好，财报再好，当这个局要开始收割的时候，当泡沫要爆破的时候，这个公司真的能独善其身吗？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长期持有一只股票，也不需要学太多的金融知识，我们只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投资策略，透过等待、观察，还有捕捉趋势翻转的暴利机会，然后透过复利把利润越滚越大。同时呢，因为有容错率的安全网，所以就算再差输4次只赢1次，但依然还是可以盈利的。
如果你的投资方法呢是不符合这些条件哦，那么你只会长期的睡不着，输输赢赢，甚至一直亏钱。而我们的方法呢，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吗？但是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场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如果你还没有学过这套系统，我会为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给你。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股票投资班呢，在这个8月份就会下架了，也就是说里面任何内容、任何福利，你错过之后就没有了。然后各位，什么是引军入瓮，然后瓮中捉鳖呢？你现在看到的新闻，大部分讲的都是美股反弹有多强，但很少会告诉你现在的美元有多弱，对吧？也就是说，现在的美股和美元呢是冰火两重天的。但是你去思考一下，美股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美股上涨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了，就是吸引全世界的人都把自己家的货币给卖了，然后换成美元去买美股的。所以美股呢，其实就是一件货物。当美股涨的时候呢，这件货物就会变得很吸引，然后全世界的人呢就会想要用美元。这个呢就是请君入瓮了。我们回到4月股灾之后第一次的请君入瓮，你会发现美股好像在打着贱卖啊，很吸引啊，因为我们看到当时的关税暂停了，而且非农就业数据还非常的好，美国的经济呢依然很强，所以呢你就可能卖掉自己家的货币，然后换成美元去买美股了。那这个我之前就讲过，如果你是台湾人啊，你4月股灾之后，美元突然对台币贬值了最高15%，也就是说你换了100万的美元，但是你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做，这100万瞬间就变成了85万，你整体的仓位呢，是不是至少要在美股上赚到15万美元，你才能够回本呢？而美元呢，其实不止对台币贬值了，比如说我的观众还来自于欧洲呢，那美元对欧洲也贬值了10%，对马币呢也贬值了7%。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想要去抄底美股，你还没有开始赚钱，你汇率呢就要先亏一笔了。那这些之前提醒过很多次的，我就不细说了。重点是现在第二次的请君入瓮，你会发现现在美元的汇率呢贬值也贬值了很多了，而美股呢也反弹了很多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而且还会出现一种损失了的心理，就觉得啊，美股这一波的反弹我做不到嘛，所以他们就会进场买了美股，觉得现在进场了就更安全更划算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这些人都进场了，他们才刚买了美股，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就告诉你，不好意思，我们的非农就业数据呢都是造假的。其实股灾之后呢，美国的经济一直都是不好的，美股呢都是被加杠杆买上去的。最重要的是，关税将会在这个8月重启了。历史上呢，8月这个财报季，股市跌的概率是比涨得高的时候。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在等着你进来，然后瓮中捉鳖的感觉呢？如果这个美股在8月再崩盘一次，那这2批买了美股的人呢，是不是都会被同时套牢进去呢？这个呢就叫做瓮中捉鳖了。股灾先吸引第一批人进场抄底，他们进场之后呢，就推倒了美元，让你被套牢了。你套牢之后呢，就不会卖嘛，这样呢就可以透过杠杆去放水啊，推高这个美股，再吸引第二批人进场。而这些人高位进场之后呢，我再故意的告诉全世界啊，我的就业数据是造假的，然后呢就推倒股市，直接把第二批的人一网打尽。然后呢，因为我的经济都这么差了，我就可以去逼美联储降息，甚至印钱来救股市了。到时候股市又重新的涨上去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会去碰美股的原因。各位，我真的邀请你去思考一下，投资美股的最佳时机是什么呢？就4种可能嘛。第一，美元在涨啊，美股也在涨；第二，美元在跌，美股也在跌；第三，美元在涨，美股在跌；第四，美元在跌，美股在涨。那很多人就说啊，扫地僧你一定是仇美的啊，因为你一直在唱空这个美股。
但其实不是的，我投资的主战场呢，其实就在美股。我是比任何人都希望美股涨上去的，但我不是任何的时候都会去买美股的。你会发现，我在23、24年美元因为升息而升值的时候，美股呢也开启牛市，那我呢是无脑进场的。只是到了去年24年底了我就开始慢慢止盈美股，然后慢慢的把美股赚到的钱，还有美元升值的钱去换成其他资产了，比如说黄金、比特币、日元，还有当时刚刚进入牛市的港股，比如说小米。也就是说，其实投资美股最佳时机呢只有一个，就是美元在涨，美股也进入到牛市的时候。不然你去想一下嘛，就算美股在涨，但是美元跌了，你赚到的钱也可能亏进去嘛。而这个美股跌了，美元也在涨了，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最差的其实就是美股在跌，美元也在跌了，因为你怎么投资你都是亏钱嘛。所以现在这个美股就算反弹了，但美元都跌得这么惨了，我也是尽量不会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影片公开说布局的有黄金、白银、比特币、港股、小米，这些都给我带来不错的利润。甚至最近的台股，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内部补习班的弟子就知道了，我们在6月27号的时候呢，就开始布局一只台股2368，然后它过了3天，也就是30号的时候呢，就突破了我们的买入点，我们就直接买入了，然后1周左右就卖出一部分，获利了13%，然后又过了1周呢，这只股票又出现在我们的买入点，我们又把之前卖出的重新的买入了，1个月的时间呢，就涨了36%。而在8月8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股票已经涨了46%了。而其实呢，还有其他的操作，比如说港股2252。但我讲这些呢，不是想要跟你炫耀什么，只是想要证明给你看，我们的主战场虽然是在美股，但是当美股时机不对的时候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其他的资产赚钱嘛。但你可能会问，怎么才可以判断出现在是不是进场时机还是离场时机啊？那么你要做的不是去学什么金融，也不是去学什么财报，而是先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你自己所用，而不是到时候还在问我现在是进场的时期吗？什么资产还能买吗？现在被套牢了亏钱了怎么办？等等的这些问题。我只能说，还没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里面还要送福利，趁着这个月下架之前赶快去看吧，因为错过了进场的机会，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是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影片的逻辑是环环相扣了。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呢早就讲了，我是不能每一次都解释了，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我前2集嘛。而最近的局势呢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会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